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之前我手机麦克风的横屏应该是帮助到了很多小伙伴，而大疆也是要在这块领域发挥他们的整合优势了。他们之前的麦克风做得很好，1代、2代很多自媒体和专业视频拍摄，他们都在使用。这回他们说要做一款100元价位的最强者，要超级小，功能要全面，音质还要好。你觉得这能信大疆不？非常有幸啊，我比大家早1个多月拿到了这款产品，体验了很久。这波首发来谈谈我的一个看法，也给大家测试了挺多项目。那么记得点亮收藏。我们回到1个月前，先来沉浸式开个箱。现在我们来开箱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，我们是提前了差不多1个月拿到了。我来先给大家拍一个纯响啊，哇哦！看到这个你就明白这是啥了。这是一个 Lightning 的转接头，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啊。然后这个 DJI Mic Mini 无线麦克风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一个量产的一个包装啊？大疆的贴纸、说明书、入门指南，然后说明书，这次是有一个新的包装。好，我整体感觉好小巧。然后看一下有哪些东西啊？一个包，这个是充电线，然后这个是音频线、音频连接线，2个防风的罩子。哎，他送了有4个罩子啊，然后这个体积，哦呦，小了好多呀！这就是 mini 版的这个 DJI Mic 啊。然后整体它是塑料的了，哇，直接按住这里就可以打开来。我靠，好小巧啊，这就是 mini 版。然后这里变成了物理按钮，我靠，我感觉更 OK 一点啊。但是它是没有了那个显示，这里同样是触点，应该是。哟，哇，好小呀，我靠，这我是可以直接夹在身上了，一点重量都没有啊，我靠，绝了绝了！我现在拿一下我现在用的2代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给大家看，这个是 DJI Mic 2，它整体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个是 mini，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区别，你就知道了。然后这个大小，哇，真的好小啊！但是它这里少了那个内录，它是没有内录了。然后我待会儿来试一下它的声音，我来感受一下啊。123，123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云飞。我靠，这个声音是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了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个。那我来拆一下这个啊，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小东西，但这个估计是要你另外买的。首先，我对它最大的感受就是小巧，接收端小，发射端也小。对比我的 Mac 2，它的体积是直接小了1半，而且厚度也是薄了很多。Mac 2是28克，它是10克，这次确实就是很迷你啊。这么小的体积里面，它还五脏俱全，这次所有的东西都能够一体收纳，包括这个3.5毫米的相机连接线，直接就能够收纳到充电盒的顶部。然后大家注意看，现在是3.5毫米的耳机线，然后1拖2的版本，加一个充电盒，而且还加了防风的小毛衣，直接全部可以收进来。你看，哎，我靠，这真的太香了吧！大家牛逼！而且虽然是100元级别，但质感一点都没落下，做工也是蛮优秀的，质感延续了大疆一贯的风格。发出端可夹可磁吸，有降噪模式，顶部是它的拾音口，有4个小的卡扣，可以接防风的小毛衣。左侧开机切换降噪，另一边是连接，底部是4点式充电口，
后面是金属的小夹子，可以直接和它配套的翔磁搭配，吸在冬天的毛衣上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哎，你看这现在就是吸在我的这个衣服上了啊。接收器这块其实改变了，但又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没有小屏幕了，没变的是旋钮得以保留，而且还是调整增益的旋钮。这个机械的杆还是挺好的。接口方面，一个3.5毫米的音频导出接口，一个 Type C 的供电口。大家看这个接口应该是很熟悉，我们可以直接用它送的这个 Type C 口的转接头直接连电脑的 C 口，那样就可以实现作为电脑的无线麦克风，这个还是挺好的。然后它升级了固件之后，我发现它也是可以直接 Type C 连接电脑使用的。旋钮可以调整正负12 dB 的增益，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旋钮的声音。底部是大疆可更换的插口配件。1拖2是配齐了 C 口和 Lightning 接口，不过和之前的大疆接口它并不通用 ，mini 的要小很多，这个很大疆啊。接收器的冷却接口是可以当夹子使用的，这点也挺好的。充电盒它小了一圈，塑料材质，不过这个质感确实很好，就很像金属的。别的不说，大疆的东西质感确实很牛。这一套外观看下来，很难想象这是100元级别的产品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使用起来到底如何。首先，它虽然主打看起来是手机使用，但是相机、微单、安卓、苹果，甚至 Type C 口的电脑，它都可以直接使用。然后大疆自己的 DJI Osmo Audio 生态里面是可以直接连接 iPhone 5 Pro、iPhone 4或者 Pocket 3。然后最新的飞机 DJI Neo 是通过蓝牙连接手机，在 Fly APP 里面实现收音，手机也可以直接蓝牙连接，就是不需要接收器啊。这是它一系列设备的一个连接情况。然后我们直接 C 口连接手机，就可以进到它的 APP 里面。你可以看到，虽然没有屏幕，但是大疆的生态是真不错。APP 里面是可以调整很多的东西 ，APP 里面是可以调很多东西的。然后而且这边是可以直接收纳到这么多东西。然后我们现在来连接它的 App， 可以换成 Type C。它这里会直接跳出来，就是我们是否用它的 APP 来处理它，我们确定它就会直接跳过去。然后这里我们会检测到麦克风的连接，我们直接去设置。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，它这里可以切换单声道、立体声，然后它的降噪等级我们可以切换强档、弱档，然后切换好了就直接从这里直接点一下这个按键就可以开启，这个灯就是开启了降噪，我们再点它就是关闭降噪。OK， 这里是它的一个降噪等级，上面电量，这里是它现在的实时的一个音量，然后这边可以开启安全音轨，可以开启低切，然后超时自动关机、同步相机开关机、自动防爆音，这个都是开启的。我是很羡慕这个功能的，这个功能我的 Mac 2它是没有的啊。然后超时自动关机、电源开关降噪、启用指示灯，这些都是可以的啊。我们关掉，它指示灯就是没了，开启很方便啊，这是大疆的一个巨大的优势。然后这边关于设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我们是属于内测的一个阶段，所以它现在又有了新的固件版本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升级一下，直接升级，那非常的方便。我是真觉得这个操作比起我2代的 DJI Mac 来说还要好，毕竟这个操作就是挺方便的。那么功能我们都大概了解了，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？我其实也用它拍摄了一些东西，我是觉得它这个音质是蛮还原的，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机子里面有这样强的性能表现。你们也注意到了，我今天录制是直接2个 Mac 都佩戴了你来仔细的听一下它们的区别吧。我是一直在使用内录，刚好有3个音质，我们来听听这个效果，你觉得区别大吗？我是一直在使用内录，刚好有3个音质，我们来听听这个效果，你觉得区别大吗？我是一直在使用内录，刚好有3个音质，我们来听听这个效果，你觉得区别大吗？然后它刚好也有自动限幅，可以防止我们爆音。我们也来实际的测试一下，看看它是否真的有效。我们也来实际的测试一下，看看它是否真的有效。我们也来实际的测试一下，看看它是否真的有效。我觉得它是无敌了。我之前在拍摄桌面视角的时候是直接使用小米14 Ultra 的内置麦克风，现在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小麦克风，一个是小，一个是真的方便，在调整增益方面是真的很不错。
而音质对比手机来说，它是有很大的提升。而更多的自媒体人拍摄场景其实是很丰富的，会涉及到外景、涉及到遮挡之类的。那么我们也来实际的测试一下它最远的一个拍摄距离，来看看大疆这个无线质量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测试大疆最新的 Mac Mini 它的一个无线距离的一个情况啊，来看看它的音频质量到底怎么样，就是信号的质量。然后我现在往后撤，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到底能够坚持多远啊？我的预测它应该能够到那边那个桥那里。那我们开始走着，然后1、2、3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我现在背对着它，不知道它现在收音怎么样。然后转过来，然后看它的这个声音，音频测试。1、2、3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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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2、3。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啊，我放大，再放大，再放大。好，放大，已经是非常远的一个距离了啊！这个距离还是很不错的，肯定是可以满足95%以上的使用场景。然后就还是我们的降噪，我们也来实际的看看，直接是地狱的场景，高架桥下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高架桥下面啊，大家应该能够听到一些比较嘈杂的底噪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切换到它的弱档降噪，也就是第1档降噪，然后大家来感受一下，这里我们直接点一下。这个小黄灯亮起来了，然后它就是第1档的降噪。然后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环境，这个声音你觉得怎么样呢？然后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2档降噪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调好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再把一个这个防爆音给加进去，我们现在声音稍微的大一点，然后我们应该也可以很好的收录到我们的声音。现在我们切换到我们的2档降噪，也是点一下，然后现在就已经是2档降噪了。然后大家可以来听一下现在这个声音，对比刚才的，你觉得哪个会更好一点呢？好，现在我们是在菜市场的一个环境啊，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现在的噪音，应该是比较嘈杂的。然后我们切换到降噪模式。好，现在是它的2档降噪，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现在的声音和现在的质感，大家感觉怎么样呢？好，现在是我们菜市场的一个环境，然后目前我调的是1档的降噪，然后我们切换到降噪模式，现在是1档的降噪，然后大家听一下现在声音的感觉，然后和刚才的这个2档来对比一下，你觉得它们的表现怎么样呢？然后在续航方面，一收一发的情况下，1天的使用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是充电盒也加进来的话，那么48个小时的续航，基本上1个礼拜也没有问题。我在这段时间的使用下来，我是觉得它实力强大，价格也还可以。我用这1个月的时间里面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发射器有点滑，而且小，那么就很容易没拿稳掉在地上。还好工作室是木地板，然后它的质量也蛮好的，不然现在拍摄的它的话就可以看到有点伤痕累累。我是觉得大疆最近就是在做下沉市场。就像之前的小飞机 DJI-Neo 就打掉了哈弗，而这次的 Mini， 我想手机麦克风厂家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，是真的很诱人了，全面且易用，而且价格上，1拖2的话是999，这个还是挺香的，是真的爆杀了。我是觉得，大家新手入门选这个就挺好的，除了没有内录，其他的都是很全面的。而如果要内录的话，大家还有1代和2代的麦克在等着你，这就挺离谱的。那么就是我这段时间使用的 DJI Mac Mini 的一个使用体验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